我坐在这里，已经活了99年。在这个漫长的近1个世纪的时间里，我见过大萧条时期的饥饿，见过世界大战的残酷，见过互联网泡沫的疯狂，也见过房地产市场的崩塌。但我看到过的最普遍、最持久，也最让人感到遗憾的灾难，不是股市的暴跌，也不是经济的衰退，而是人类对自己生物本能的无知与放纵。你们中的大多数人，无论学历多高，无论智商多高，都在玩一场注定失败的游戏。我走在洛杉矶的街道上，或者看着那些光鲜亮丽的摩天大楼，我看到的不是繁荣，我看到的是一群穿着昂贵西装的体面穷人。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现代物种，你一定见过他们，甚至你就是他们。他们也许就坐在你隔壁的办公室里，手腕上戴着瑞士制造的机械表，每天早上雷打不动地喝着一杯50块钱的精品手冲咖啡，身上散发着高级古龙水的味道。他们谈论着阿尔卑斯山的滑雪胜地，谈论着城里新开的米其林餐厅，他们的朋友圈里全是精致生活的剪影。看起来他们是这个现代社会的赢家，是精英，是让人羡慕的对象。但是如果你拥有一双透视眼，能穿透他们体面的外表，直接看穿他们的银行账户，你会吓出一身冷汗，里面是空的，甚至是负的。我认识一位年轻的律师，让我们叫他大卫。他是那种典型的社会精英，名校毕业，在一家顶级律师事务所工作，年薪非常高，高到足以让普通家庭瞠目结舌。按理说存下10万、20万对他来说应该像呼吸一样简单，像自然规律一样不可避免。但有一次他的豪华轿车坏了，修车需要几千块钱，这本该是一笔微不足道的小钱，但他竟然拿不出来。他不得不刷那张已经快要刷爆的信用卡，选择分期付款。后来他很尴尬地对我说，查理，生活成本太高了，收入虽然看着不错，但房租、社交、保险、按揭，我的钱好像长了脚一样，自己就跑了。他摊开双手，一脸无辜，仿佛他是这个残酷世界的受害者。他把这一切归咎于开销太大，归咎于通货膨胀，归咎于政府。难道你也这样认为吗？收入低和开销大真的有客观标准吗？让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数学题，或者说做一个关于智商的逻辑测试。一个人年收入100万，但他每年要花掉110万来维持他在别人眼中的体面。另一个人年收入10万，但他只需要8万就能过得很好，还能存下2万。谁是穷人，谁是富人？那个年入100万的人，本质上是一个行走在悬崖边缘的破产者。只要一阵微风，比如失业、生病或者行业不景气，就能把他吹入万丈深渊。而那个年入10万的人，却拥有正向的现金流。他拥有的是一种在这个世界上最昂贵的奢侈品，叫做选择权。所以你们都错了。你们存不下钱，不是因为收入太低，也不是因为物价太高，这些都是愚蠢的借口。真正的原因是你们过不了那一关。这一关和你赚多少钱无关，和你读过多少书无关，甚至和你的智商也无关。这一关是你与你自己生物本能的一场惨烈战争。绝大多数人输了，所以他们成了体面的穷人。什么是这一关？简单来说，就是你的理性大脑必须战胜你的原始大脑。这听起来很抽象，甚至有点像陈词滥调，但让我给你用生物学和进化论的视角，像解剖一只青蛙一样剖析一下这背后的底层逻辑。
你要明白，人类的大脑不是为了让你在现代金融社会里积累财富而设计的，它是为了让你在几万年前的非洲大草原上不被饿死而设计的。在那个时代生存的逻辑是什么？如果你今天运气好，猎到了一头羚羊，最理性的做法是什么？是把它存起来，留到明年吃吗？不，那是找死。在那个没有冰箱、没有防腐剂、充满掠食者的时代，肉会迅速腐烂，或者被血腥味引来的狮子和猎狗抢走。在那个环境下，最理性的做法是立刻把它吃光，填满你的肚子，尽可能多的转化为脂肪储存起来。因为你不知道下一顿饭在哪里，你不知道明天会不会被老虎吃掉，所以我们的基因里被刻下了一条深深的像钢铁一样坚硬的指令：有资源马上消耗，延迟满足等于死亡。这就是你的出厂设置，这是刻在你每一个细胞里的默认程序。你的每一次多巴胺分泌都在鼓励你现在就要舒服，现在就要快乐。当你看到最新款的智能手机，当你路过奢侈品店看到那个发光的皮包时，你的原始大脑在尖叫，买下它，就像吃掉那块羚羊肉一样，拥有它，你才安全。当你看到银行账户里的数字时，你的原始大脑会感到恐惧，它会告诉你，数字是不安全的，只有换成具体的商品，换成衣服、食物、享乐才是安全的。这就是为什么那个律师大卫赚再多钱也存不下来，因为他从来没有哪怕1分钟去对抗过他的出厂设置。他以为他在享受生活，以为他在追求品质，其实他只是基因的奴隶。他像一个原始人一样，有多少吃多少，哪怕他现在身处现代文明社会，哪怕那种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危险早已不存在。所以存下你人生的第一笔10万，这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财务动作，它是一个反人性的动作。它要求你对抗几百万年的进化本能，它要求你在大脑疯狂分泌多巴胺，诱惑你消费的时候，冷酷的、理性的，像个机器一样说一声不。这就是那一关。能不能跨过这一关，这是庸人和富人最初也是最根本的分界线。过不了这一关，你给他一座金山，他也能给你搬空。过了这一关，哪怕起点是乞丐，他也迟早会富有。好了，我们已经像外科医生一样切开了问题的病灶。真正的敌人是你那个几百万年进化来的出厂设置，你的原始大脑。他希望你现在就花掉一切来满足你千变万化的各种欲望和诱惑。那么你该如何战胜这个活了几百万年的强大敌人？靠意志力吗？靠每天早上起床对着镜子大喊我要省钱吗？不，我早就说过，意志力是这个世界上最稀缺、最靠不住的东西。如果你指望靠意志力去对抗基因，你必输无疑。这就好比你试图靠意志力让自己停止呼吸1个小时一样，你的生物本能迟早会接管你的身体。你无法战胜它，你只能重编程它。你怎么重编程？你必须使用一种更有力的武器思维模型，你必须进行一次彻底的身份转变。你必须在拿到第一笔薪水时就问自己一个终极问题：我到底是一个消费者还是一个资本家？这不仅仅是2个词汇的区别，这是2套完全不同的操作系统。让我们来看看你的出厂设置，消费者的逻辑是什么？消费者拿到1万块钱，他的原始大脑第一反应就是我能用这1万块换取多少当下的快乐。对他们来说，钱是交换券，钱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换取商品和服务。如果不换，钱就是废纸，就是一堆毫无意义的数字。让我们回到第一部分提到的那个体面穷人，
大卫律师。他为什么年入100万还存不下钱？因为他就是典型的消费者大脑。他赚的钱越多，他喝的咖啡就越贵，他的车贷就越沉重，他的社交圈就越昂贵。他把所有的收入都用来购买体面，购买即时满足，用来喂饱他那个现在就要舒服的原始大脑。而资本家的逻辑是什么？资本家拿到1万块钱，他的理性大脑会问：我能用这1万块买到什么资产？对资本家来说，钱不是交换券，钱是生产资料。请你务必记住下面这个比喻，这是我一生财富观念的基石，是我能够坐在伯克希尔哈撒韦的办公室里对你们讲话的原因。你存下的每一块钱都不是你死去的快乐，而是你雇佣的第一个员工。当你手头有1万块钱时，如果你把它花掉了，买了一个名牌包，在资本家眼里，你不是买了一个包，你是解雇了1万个为你工作的忠诚员工，你把他们赶出了你的公司，送给了奢侈品牌的老板。从此以后，这1万个员工将日夜不休地为那个老板工作，为他赚取利润，而与你再无关系。你得到的是什么？一个会磨损、会贬值、会过时，最后变成垃圾的皮革制品。这难道不是世界上最愚蠢的交易吗？当你拥有所有者思维时，存钱就不再是痛苦的牺牲了，存钱变成了招聘。当你把工资的30%存下来时，你不是在限制自己的消费，你是在为你的未来帝国招募新一批的士兵。这些金钱员工有3个极其迷人的特点。第一，他们不需要休息，24小时都在工作，即使你在睡觉，他们也在为你赚取利息。第二，他们不会生病，不会请假，不会闹罢工，永远忠诚。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们生下来的孩子，也就是利息和复利，也会自动成为你的员工。这就叫子子孙孙无穷匮也。当你有了这种思维，你的感觉会发生180度的大转弯。以前你看到账户里的钱变多了，你会手痒，想把它花掉，你会觉得这笔钱闲着也是闲着。现在当你看到账户里的钱变多了，你会感到一种看着军队壮大的狂喜，你会变得非常吝啬。但这种吝啬不是因为穷，而是因为你舍不得解雇哪怕一个员工。你会看着那杯50块的咖啡想，这不仅是50块，这是50个能为我工作一辈子的员工。如果我让他们在我账户里待30年，按复利计算，他们能变成500块，甚至更多。这杯咖啡太贵了，我不喝。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存下10万是一场人格测试。它测试的就是你能不能从消费的快感中断奶，转而爱上拥有的快感。当你存到第一个10万时，在别人眼里那只是一串数字，但在你眼里，那是你建立的第一支万人军团。虽然他们现在还很弱小，产生的利息还不够你吃顿像样的饭，但他们是种子，你拥有了他们，你就拥有了底气。你不再是一个只能靠出卖时间换钱的打工仔，你是一个拥有生产资料的小资本家了。这种身份的转变，比那10万块钱本身重要1万倍。因为一旦你尝到了拥有的甜头，你就会上瘾，你会想拥有更多，你会想把10万变成100万，把100万变成1000万。这种贪婪是对资产的贪婪，它是良性的，它会驱动你去学习投资，去提升认知，去保护你的财富。而这一切的起点，就是你必须先建立这支第一军团。我们搞清楚了身份的转变，但这还不够。你的消费者大脑是非常狡猾的，
为了阻止你存钱，为了诱惑你把资源消耗掉，他会联合这个消费主义至上的社会，为你编造出3个非常完美的借口。这就是把你困在贫穷里的3大幻觉。如果你不能识破它们，你永远也别想过关。第一大幻觉，攀比嫉妒的毒药，这是消费者大脑最喜欢玩的游戏，也是人类最古老的罪恶之一。他告诉你，看，你的邻居买了新车，你的同事背了新款的包，你的老同学去了马尔代夫度假。如果你不买，你就输了，你就低人一等，你就是个失败者。这种声音是不是很熟悉？我活了99年，我告诉你一个真理，请你把它刻在你的脑门上。嫉妒是所有罪恶中最愚蠢的，因为它甚至是唯一没有任何乐趣的罪恶。你想想看，如果你犯了暴食的罪，至少你在吃的时候是快乐的；如果你犯了色欲的罪，至少你在那一刻是享受的。但是嫉妒除了痛苦，什么都没有。它像酸液一样腐蚀你的内心，却不能给你带来哪怕1秒钟的快感。当你为了攀比而消费时，你不是在奖励自己，你是在惩罚自己。你用你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去买那些你根本不需要的东西，只是为了让那些你根本不喜欢的人感到惊讶。这叫什么？这叫财务自杀，这叫精神错乱。真正的资本家从来不攀比。沃伦·巴菲特，我的老搭档，世界首富之一，他到现在还开着那辆老旧的凯迪拉克，吃着快餐店的汉堡，住在几十年前买的老房子里。他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因为他知道自己拥有什么。他的内心是富足的，不需要通过外在的商品来证明自己。如果你过不了攀比这一关，你的钱永远不是你的，它只是暂存在你这里，准备随时流向那些更善于操控你虚荣心的商家。你只是一个被虚荣心牵着鼻子走的木偶。第二大幻觉，借贷现代奴隶制，这是现代金融社会给消费者大脑提供的最致命的毒品。在以前，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人没钱就不买，这是常识。但在现在的社会，广告商和银行家合谋告诉你，没钱没关系，刷卡吧，分期吧，先用后付吧，你值得拥有更好的生活。你的大脑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那张信用卡是你的额外收入，以为那些分期付款只是微不足道的数字，大错特错。借贷消费本质上是奴役。当你为了一个名牌包，为了最新款的手机而刷卡的那一刻，你就签下了一份卖身契。你在透支你未来的自由。在未来的几个月甚至几年里，你不再是为你自己工作，你是在为银行工作，为信用卡公司工作。你每天早上醒来想到的第一件事不是梦想，而是账单。资本家也会借贷，但请注意区别。资本家是为了生产而借贷，是为了购买能产生现金流的资产，而消费者是为了消耗而借贷。如果你为了买一个会贬值的消耗品而支付利息，你就把自己放在了食物链的最底端。你不仅把今天的钱花光了，你还把明天的钱也打折卖掉了。你是在吃掉你未来的种子。第三大幻觉，高薪幻想，帕金森定律的陷阱。这是那个大卫律师最典型的问题，也是无数中产阶级最大的误区。他总是想，我现在存不下钱，是因为赚的还不够多。等我升职了，年薪再涨20万，我就能存下钱了。我告诉你，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如果你在年薪10万的时候存不下钱，
你在年薪100万的时候照样存不下钱。为什么？因为消费者大脑有一个特性，你的欲望永远会膨胀到正好吃掉你所有的收入，这就叫帕金森定律。你赚得多了，你不会把多出来的钱存起来，你会觉得你需要换更大的房子来匹配你的身份，你需要开更贵的车来展示你的地位，你需要喝更高级的红酒来品味生活，你会把你的生活方式迅速升级到与你的收入匹配，甚至超出的水平。这就是为什么我见过那么多高收入的月光族，他们就像在跑步机上奔跑的老鼠，跑得越快，那个存钱的目标离他们越远。因为他们没有改变系统，他们只是加大了流量。如果你有一个漏水的桶，往里面倒更多的水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你必须先补洞。看清楚了吗？攀比、借贷、高薪幻想，这不仅仅是3个坏习惯，这是你的消费者大脑为了对抗存钱这个反人性动作而建立的3道防线。他们让你觉得花钱是合理的，借钱是聪明的，存不下钱是暂时的。你要想过那一关，你就必须识破这3个幻觉。你必须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我不嫉妒，因为我在积累力量；我不借贷，因为我要赎回自由；我不幻想未来，因为只有今天的储蓄是真实的。当你终于下定决心减掉信用卡，拒绝了同事的昂贵聚餐，无视了商场的打折促销，开始像个苦行僧一样存钱时，你会发现一个让你崩溃的事实：什么都没有发生。你存了1个月，甚至1年，你看着那个银行账户，它增长得那么慢，慢得像蜗牛在爬。你牺牲了那么多当下的快乐，你忍受了那么多不合群的孤独，结果呢？那点利息连一顿像样的晚餐都买不起。这时候，你那个讨厌的原始大脑又开始叫嚣了。你看，没用吧？这太慢了，这太痛苦了。照这个速度，你要存到下个世纪吗？人生苦短，为什么要这样折磨自己？这就是那一关最残忍的阶段，我把它称为复利的死亡谷。每个人都听过复利的故事，说是世界第8大奇迹，但几乎没人告诉你，复利的第1阶段其实是一个骗局，或者说是一个残酷的考验。在这个阶段，复利的效果几乎为0，曲线是平的，毫无波澜，你的努力和回报看起来完全不成正比。你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却只能看到微小的回报。大多数人就是在这个阶段死掉的。他们不是没钱，他们是被无聊杀死的。他们受不了这种毫无反馈的寂寞，他们觉得既然存钱这么慢，不如去搏一搏，于是他们开始乱动。这就像一个农夫刚把种子种下去3天，看它没发芽，就急躁地把它刨出来，换个地方再种，或者嫌它长得慢，往地里倒了一桶强力催化剂。结果是什么？种子死了。在存第一笔10万的过程中，你最大的敌人不是通货膨胀，也不是低利率，而是你那颗想要快点看到结果的心。你必须明白，这个世界上所有伟大的力量在初期都是微不足道的。你想想竹子的生长，在最初的几年里，你在地面上几乎看不到它生长。它在做什么？它在扎根，它在地底下疯狂地延伸根系，积蓄力量。如果你因为看不到就觉得它没生长，那你就是个傻瓜。等到时机成熟，它会因为有了强大的根系，在短短几周内长成参天大树。存钱也是一样，当你看着那笔少得可怜的存款时，你必须明白这是在积累势能，而不是在计算动能。你现在的任务不是让钱生钱，你现在的任务是守住阵地。
你要在这个无聊的死亡谷里像个哨兵一样站岗，你要忍受看着别人在外面狂欢，而你却在独自积攒粮草。这种无聊不是对你的惩罚，而是对你的筛选。市场是一个冷酷的筛子，它在筛选那些真正配得上财富的人。它通过无聊这个筛子，把那些急躁的、投机的、想要一夜暴富的人通通筛出去。如果你觉得无聊，恭喜你，你正在做正确的事。如果你觉得刺激，如果你觉得心跳加速，那你多半是在通往贫穷的快车道上。我年轻时，为了积攒我的第一笔本金，我过着极其枯燥的生活。我不买新衣服，我不换新车，我不去那些昂贵的俱乐部。我的朋友们嘲笑我，说我不懂生活，是个守财奴。但我心里很清楚，我在通过那道死亡谷。我知道，只要我熬过这段看起来毫无希望的平缓期，等我的雪球滚到足够大，那个著名的复利曲线就会突然向上翘起。但在那之前，我必须像块石头一样纹丝不动。大多数人过不了这一关，因为他们把无聊当成了错误。他们一旦感到无聊，就以为自己走错了路，于是他们跑去炒股，跑去买那些看不懂的理财产品，跑去寻找任何能让他们感到兴奋的捷径。最后，他们不仅没能跨过死亡谷，反而掉进了万丈深渊。所以，怎么过这一关，你必须学会享受无聊。你必须把看着账户里那个缓慢增长的数字当成一种至高无上的成就感。你必须对着镜子说，我很无聊，但我很安全。我在潜伏，虽然没人看得见。当你能做到享受无聊时，你就已经半只脚踏进了富人的大门。但要彻底把这只脚迈进去，并把门关上，你还需要最后一个武器。你需要为你那个容易动摇的大脑安装一套全新的，也是最高级的操作系统。你现在已经站在了复利的死亡谷里，四周一片死寂，没有任何掌声。这时候你很容易动摇，你的大脑会不断地寻找借口让你放弃，或者诱惑你去冒险。为了锁死你的退路，你必须学会一种全新的思考方式。我把它叫做反转思维。这是我一辈子都在使用的思维工具，也是我最珍视的智慧。那句著名的农夫谚语就是最好的解释。我只想知道我将来会死在哪里，这样我就永远不去那里。在存钱这件事上，大多数人的思维是正向的。他们问，我如何才能快速存到10万？这个问题听起来很积极，但它是错误的，因为它会让你去寻找捷径，去寻找高收益，最终把你引向投机和赌博。用反转思维，你应该问的问题是，做哪些事会保证我永远存不下10万？或者，我如何才能确保自己在10年后依然贫穷？这个问题虽然难听，但它能让你瞬间清醒。让我们列出一份必败清单，一旦升职加薪，立刻换更大的房子、更好的车。为了维持体面，在同事面前抢着买单。看到股市大涨，就把应急备用金拿去搏一把，办3张信用卡，拆东墙补西墙。相信那个承诺年化20%回报的理财顾问，因为心情不好就去疯狂购物，把钱借给那些不靠谱的亲戚朋友，非看。这就是通往贫穷的路线图，它清晰具体，而且极具诱惑力。你现在要做的不是去寻找什么致富秘籍，而是盯着这张清单，对着镜子发誓，我绝对不做这上面的任何一件事。这就是通过那一关的秘诀。你不需要变得更聪明，你不需要智商160，
你不需要成为金融天才，你只需要不犯蠢。大多数人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试图在做加法赚更多，却忽略了他们在做乘法犯蠢归零。你辛苦存了1年的钱，然后因为一次冲动消费或者一次愚蠢的投机，直接清零。反转思维告诉你，存钱的本质不是进攻，而是防守。你要像守门员一样，死死守住你的现金流，不让任何一个愚蠢的念头进球。当你运用反转思维时，你对他人的看法就会免疫。当你的朋友嘲笑你，你怎么还在开这辆破车？如果是以前，你会感到羞愧，但现在你会反过来想，如果我为了面子换了新车，我就必须背上5年的车贷，我就必须在那个我不喜欢的工作岗位上再忍受5年。这才是真正的丢人，这才是真正的愚蠢。你会发现，那些看似风光的消费行为，在反转思维的照妖镜下，都变成了自寻死路的愚蠢。除了反转思维，你还需要坚守另一个原则，那就是能力圈。当你终于看着账户里的数字突破5万8万，快要接近10万的时候，一种新的危险情绪会悄悄滋生，这种情绪叫盲目自信。你会觉得，我既然能存下这么多钱，说明我很聪明，我是理财高手，现在我是不是该拿着这些钱去搏一搏，让它翻倍变成20万、50万？你开始听朋友谈论那些热门的科技股，看网上有人晒虚拟货币的收益图，你那个刚建立起来的资本家大脑开始躁动。你想把你的士兵派出去打仗，停下来，别动，这是无数人在黎明前倒下的地方。他们辛辛苦苦积攒的粮草，因为一次愚蠢的冲动，一夜之间灰飞烟灭。为了防止这种情况，你必须死死守住能力圈这个原则。什么是能力圈？就是你要诚实地画一个圈，圈里是你真正懂的东西，圈外是你以为你懂或者完全不懂的东西。对于正在存第一笔10万的你来说，残酷的现实是，你的投资能力圈几乎是0。你可能懂编程、懂设计、懂销售，那是你赚取工资的能力。但你懂宏观经济吗？你懂财报分析吗？你懂市场周期吗？你懂货币政策吗？如果你不懂，那你把钱投进去就不叫投资，那叫送死，那叫去给华尔街送钱。我见过太多年轻人好不容易存下一点钱，就迫不及待地冲进股市。他们买那些连名字都读不顺口的股票，买那些承诺高回报的理财产品，结果呢，市场一个波动，他们的心态就崩了，他们恐慌抛售，把辛苦1年的积蓄亏掉一半。他们不仅亏了钱，更重要的是他们亏掉了信心。他们会从此认定存钱没用，然后重新堕落回及时行乐的消费者陷阱。所以在存第一笔10万的阶段，你必须极其冷酷地界定你的能力圈。你的能力圈在哪里？在于你的本职工作和你的储蓄纪律。你的任务不是去金融市场上当股神，而是老老实实的当一个守财奴。你要把你的士兵放在最安全、最无聊的地方，比如银行存款，比如货币基金，或者是你完全理解的低风险理财。即使他们的利息很低，也没关系。记住第4部分说的，现在的目标是守住阵地，不是扩张领土。如果你实在想投资，想让复利跑起来，那就去做最简单的事，买入涵盖整个市场的大盘指数基金，然后把账户密码忘掉。千万不要去碰那些你看不懂的暴富机会。前面我说过，如果我知道我会死在哪里，我就永远不去那里。对于新手来说，你死在投机上的概率接近100%。
所以坚守能力圈就是承认自己的无知。你要对自己说，我不懂股票，我不懂期货，我不懂那些花里胡哨的金融衍生品，所以我绝对不碰。我只做我懂的事，努力工作赚钱，拼命节约存钱。这种承认无知的勇气比智商更重要。它能给你的军团加上一层金钟罩，它能让你屏蔽掉所有的噪音和诱惑。当你的朋友在吹嘘他昨天赚了20%时，你不会嫉妒，你只会觉得他在玩火。你知道他在他的能力圈之外裸奔，而你穿着盔甲待在城墙里。这不仅仅是保护你的钱，这是在保护你的心气。存第一笔10万是一场漫长的心理战，你不能允许任何一次大的回撤来击溃你的士气。只有当你守得住繁华，耐得住寂寞，你才能把这第一笔10万稳稳地送到终点。而当你终于跨过那条线，当你看着账户里那个6位数的数字时，你会发现奇迹发生了。不仅仅是钱多了，是你整个人、你的大脑、你的灵魂都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这才是这一关真正的奖赏。当你集齐了这3套系统，用反转思维排雷，用所有者思维进攻，用能力圈防守，你终于走到了终点。有一天你打开银行账户，那个数字不再是4位数，不再是5位数，它变成了6位数。这一刻世界变了吗？没有。你的房租可能还在涨，老板可能依然愚蠢，早高峰的地铁依然拥挤，但是你变了。这就是通过那一关的真正含义。你完成了一次不可逆转的大脑升级，你不再是那个被基因本能驱使，看到打折就兴奋，看到豪车就自卑的消费者了。你变成了一个理性的、冷酷的、有耐心的资本家。这笔钱，这第一个10万，它不是用来花的，它是你的底气。它给了你人生中最昂贵的奢侈品——选择权。当老板强迫你做一件违背良心的蠢事时，如果是以前那个月光的你，你只能忍气吞声，因为你下个月的房贷还指望这份工资。但现在你摸了摸口袋里的那支军团，你可以挺着腰杆说，不，你不再害怕失业，不再害怕经济周期，不再害怕突如其来的账单，因为你建立了一个系统。这个系统比任何工作都可靠。自由不是随心所欲，自由是无欲则刚。这才是改变你一生的真相。它改变的不是你的物质生活水平，它改变的是你面对这个残酷世界时的姿态，从跪着变成了站着。很多人问我，查理存够10万之后呢？100万呢？1000万呢？我告诉你，之后的每一个零都只是这一关的重复。存第一个10万是最难的，就像推动一块巨大的静止飞轮，你需要用尽全身的力气，克服最大的摩擦力，也就是你的人性。但一旦飞轮转动起来，一旦你跨过了那一关，惯性就会接管一切。你的所有者思维会自动帮你寻找资产，你的反转思维会自动帮你屏蔽风险，你的财富增长将不再是痛苦的坚持，而是自然的顺势而为。所以别再盯着那些遥不可及的亿万富翁了，别再抱怨命运不公了。回到你的生活里，回到那杯30块的咖啡面前，问自己，我是要喝掉它，还是把它变成我的士兵？这一关就在你的每一次呼吸里，在你的每一次选择里，没人能帮你过这一关，只有你自己。当你战胜了那个原始的、贪婪的、急躁的自己，当你终于站在10万块的里程碑前时，你会发现，钱只是你赢得这场战争的战利品，而真正的奖赏是一个全新的、自由的、无坚不摧的你自己。这才是人生最大的财富。
我是查理芒格，我想我已经说得够多了，剩下的看你们自己了。总是反过来想，总是反过来想。祝你们好运，更重要的是祝你们理性。